最近，一条网络上发布的信息显示，一家广东深圳地区的旅游团发布的内部消息声称，有2名游客在抵达澳洲后私自离团并滞留澳洲。帖主表示，这事旅行社是真的倒霉，那2个客人才能赚多少钱，结果埋下这么大雷。实际上，这种事儿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，甚至之前的情况更加迷幻。有网友表示，之前有个20多人的团全跑了，只剩下领队1人在风中凌乱。评论描绘的场面十分戏剧化，笑翻一众网友。我怕风浪大，风浪越大，鱼越贵。实际上，对于旅行社来说，一旦有这样脱团的，旅行社面临的不仅仅是罚款，后续再给客户办签证也难了。跑得多了，甚至会直接被大使馆拉黑，相当于赚钱的路都给人封死了。现在正是暑期旅游高峰期，本来也是旅游公司生意最好的时期，可2人离团，直接让整个旅游公司风声鹤唳。不少旅行社会为了避免脱团，收取押金，居然达到20万。但是没想到，即使这样，竟然都不能劝退那些想黑在澳洲的人。很多网友纷纷留言表示不理解。有这20万，想办法办个正规签证不好吗？非要选择非法途径，一旦被发现就是遣返的命运，还会被列入黑名单，再想进入澳洲完全不可能了。评论区内还有人表示，现在别说澳洲了，连去日本、韩国都要交押金了。除了跟团游逃跑的，还有些人持旅游签入境澳洲后直接申请庇护签证。最近，澳洲公布了一项数据，结果令人感到震惊。数据显示，超过2300人从相对稳定的国家乘飞机抵达澳大利亚寻求庇护，这是本届政府执政以来的最高纪录。近几个月来，入境澳洲之后寻求庇护的游客和临时签证持有者的数量持续上升，约为2000人。而5月份的总数是阿尔巴尼斯2年前担任澳洲总理以来的最高水平。其中有超过300名庇护签证申请者来自中国，其次是越南182人，哥伦比亚152人，印度148人。什么他妈的叫惊喜？什么？数据显示，尽管申请人数众多，但最终只有2%的申请者最终能够得到澳洲的认可。很多人都是打着庇护的幌子，实际上只是想要借机留在澳洲挣钱或者生活。因为庇护签证申请人激增，虚假申请者络绎不绝。根据移民局和内政部的最新消息显示，从7月4日开始，通过旅游签入境澳洲后的庇护签申请者都会面临最严苛的审查。如果发现申请者递交虚假材料，不仅会面临重罚，还可能面临10年刑期。因为有太多人并不是真的以旅游为目的申请旅游签证，澳洲出现了太多持有旅游签入境后转学生签的例子。澳洲移民局和内政部为了堵死这个路子，从7月1日开始，澳洲境内禁止旅游签转学生签证。尽管数据显示81560名庇护申请失败者等待被驱逐出境，结果整个5月份只有11人真正被驱逐。递交庇护签的2380人，即便签证申请被拒，也可以通过上诉的方式延长自己的逗留期，最长时甚至可以合法在澳洲境内逗留10年。自由党党魁 Peter Dutton 也在抨击工党政府的移民系统，并表示如果明年大选自己获胜，一定会严肃处理庇护签相关问题。根据统计，仅是去年6月份，澳洲对中国游客的旅游签拒签率就高达 22.8%， 差不多每4名申请者就有1人无法通过。据移民律师称，只要移民局在审批签证的时候对申请人的移民倾向有一丝怀疑，就会直接做出拒签的处理。所以那些想黑在澳洲的人才会选择更容易申请的团签，但也同时害了旅行社和想要申请澳洲旅行签的其他人。你好，我有一个梦想，我